这部唯美的爱情电影，我猜你应该看过。这些演员，我猜你应该认识。这部电影的导演，我猜你应该知道。但是这部电影里隐藏了几幅名画，我猜你应该没注意。Boy with apple, I thought you did. Why are you only noticing now?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? 没事，现在就让我来告诉你，是这幅画吗？非也，非也，它是虚构的，它是由英国当代画家麦克泰勒为了这部电影而创作的道具。那么是这幅画吗？也不是，它也是一件道具。答案揭晓，这里。真正的名画就藏在这里。Stop， 仔细看，背景墙上出现了2幅画。左边这幅画叫做《白桦林》，创作于1903年。右边这幅画也叫《白桦林》，创作于1902年。他们都是古斯塔夫·克林姆特的作品。可别以为克林姆特只钟情于美人，其实他偶尔也会画风景，因为郊外景色给了他逃离闹市的机会，趁机给自己放个假，使他能够进行实验，摆脱委托工作的压力，让自己获得更多创作的自主权。虽然克林姆特的第一幅风景画可以追溯到1880年代初，但直到1890年代后期，他才在萨尔茨堡市外的萨尔茨卡莫古特度过暑假时，受到了大自然的启发，才真正开始转向风景画的创作。画于1903年的白桦林充满了引人入胜的宁静和神秘。这片奇异而孤立的大自然，让观者沉浸在一个没有天空的世界中。上方没有一丝阳光，取而代之的是周围密集的树林。在我们面对的茂密幕墙中，有一种近乎窒息的感觉。与克林姆特所有的风景画一样，白桦林最奇怪的地方是完全没有人和动物的出现。这里的一切如此的安静，消除了任何时间流逝的感觉，时间似乎完全停止了，大自然诡异地停顿了下来。这让我们能够看见艺术家本人所见证的一个精神饱满的森林。树叶衬托着白桦树优雅的垂直线条，每一根树干都精心勾勒出其独特的个性。右边这幅1902年的白桦林，虽然树干被画布的顶部切断，但画家并不是想表达幽闭和恐惧。相反的，由于中欧国家有着悠久的森林寓言绘画的传统，树木像大自然创造的大教堂中的柱子一样伸向天空。在这片森林里，克林姆特将我们包围在这个奇幻的森林中。时间流逝的唯一暗示是覆盖在地面的金色叶子。克林姆特没有沉迷于让森林既神秘又黑暗的本质，而是选择了一个明显的秋季场景。树叶的颜色自然地倾向于他喜欢的金色色调，可以预知凛冬将至。微小的颜料实现了闪烁的光线效果，远离潮湿和阴暗的现实，而画布宽度上的树干图案则暗示着音乐节奏。说到这里，我发现了一个 bug，
这两幅画原本是挂在夫人身后的墙上， I'm not leaving. 但是当镜头给到古斯塔夫先生，他们又出现在他身后的墙上。那不是一共有2幅重复的画吗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在2幅画树林的中间，又是克林姆特的另一幅风景作品。这幅画是克林姆特在1912年在奥地利阿特湖南岸的乌特拉赫村附近生活时创作的。克林姆特在他的5幅画作中，分别描绘了迷人的卡莫城堡，展示了城堡的不同景观。在这幅画中，他决定以城堡的入口为立面，我们可以看到通往城堡入口的林荫大道。具体来说，它由一条高大的菩提树大道组成。画家非常详细地描绘了它们茂密的树叶，通过透视缩短，两边的树木极大地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，并创造了画面的深度。这对于克林姆特的风景画来说是不寻常的，因为他的风景画大多是密集和平坦的。然而，在以几乎点画的方式，用少量颜色再现的树梢设计中，克林姆特回归了他典型的平面风格。空间和平面的敏感性似乎被置于一种边缘，占据了图片大部分的强大树梢，创造了一种复杂的网状结构。阴影区域往往呈现冷蓝色，而阳光照射区域则呈现冷黄绿色。很显然，克林姆特采用了法国印象派不同寻常的蓝色、黄色和绿色的颜色组合。当时色彩理论的开创性文本是尤金·雪佛兰于1878年以德语翻译出版的《色彩和谐》。克林姆特可能看过这本书。Goddamn son of a bitch. Stop！ 注意看这里，有一幅画在 Dmitry 书房的地面上，出现的时间非常的短。这看似很不重要的一幅画，其实大有来头。画的主角是一位美少女，名叫伊丽莎白。她是奥地利富商奥古斯丁和瑟丽娜·莱德勒的千金。莱德勒家族凭借建立在酿酒厂之上的商业帝国，成为维也纳第2富有的家族。赚钱之余，也爱好艺术的莱德勒家族会利用他们的财富来收藏艺术品，尤其是维也纳分离派的画家们的作品。这个家族是克林姆特最重要的金主，曾慷慨地借给克林姆特3万克朗，以偿还他从维也纳大学收到的预付款。克林姆特还将莱德勒家介绍给徒弟埃贡席勒，他受命为莱德勒的儿子埃里希画画，并给这个小男孩上艺术课。克林姆特在这段时间为这个家族绘画了一系列的人像作品。后来莱德勒家拥有克林姆特15幅作品。在这幅画里，伊丽莎白的五官带有奥地利人的古典美。克林姆特故意把她的皮肤画得异常白皙，以突出她脸颊的腮红。伊丽莎白拥有突出的拱形眉毛，配以深色的头发和含蓄甜美的笑容，腼腆地直接盯着观众，用她的眼神与我们对话。克林姆特是在1914年开始创作这幅画，他足足用了2年的时间才完成。在几乎所有克林姆特晚期的肖像画中，
他都选择了站立姿势，并使用水平线的方法将背景分成2个平面。伊丽莎白的姿势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结构，但这种形状在这里是靠在后墙上，而不是在地板上，因此它可能产生的任何透视距离感都会自动缩短，折回女孩脸部的前景，形成三角形的顶点，让观众将注意力集中在伊丽莎白可爱的小脸蛋上，充分证明了克林姆特操纵空间以增强画中人存在感的超凡能力。人物的背景是蔚蓝的蓝绿色，在墙上还有东方人像的图案，它们是克林姆特从东方陶瓷的装饰中提取出来的灵感。我们可以看到宾士、古典女人和关公的图案，他们都面朝伊丽莎白，给人一种万佛朝宗、护送美人乘火箭升空的感觉。2, 1。东西方元素的碰撞，在克林姆特的笔下显得趣味盎然、回味无穷，也为这部电影的气氛增加了丰富的奥地利色彩。感谢您耐心观看，我是 Johnny， 我们后会有期。